非暴力沟通是由马歇尔·卢森堡 Marshall Rosenberg 所著的书籍，它是一本关于人际交往和沟通的经典著作。这本书主要介绍了一种称为非暴力沟通的方法，旨在帮助人们更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需求，同时也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情感和需求。以下是书中的一些重点内容：4个组成要素。非暴力沟通方法包含4个基本组成要素：观察、感受、需求和请求。通过这些要素，人们可以更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同时也更容易理解他人的立场和需求。区分观察与评价。书中强调了将观察从评价中分离出来的重要性。观察是客观描述事实，而评价是基于个人的判断和解释。通过更多的关注观察，人们可以减少误解和冲突，认识和表达感受。非暴力沟通鼓励人们认识和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不仅仅是把情绪压抑或抱怨。这有助于建立更真诚的连接，并促使他人更好地理解你的情感状态。关注内心的需求。书中强调了关注内心的需求的重要性，无论是物质需求还是情感需求。通过认识自己的需求，你可以更清楚地表达你想要什么，从而更容易与他人达成共识。以请求取代要求。非暴力沟通鼓励使用请求而不是要求，通过以一种尊重他人自由选择的方式提出请求，你可以促进更积极的回应，而不是制造抵触情绪。倾听他人并表达共情。书中强调了倾听他人并表达共情的重要性。了解他人的感受和需求，可以帮助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和理解，解决冲突和寻求解决方案。非暴力沟通提供了一种方法来解决冲突和寻求解决方案，而不是通过争吵或斗争来解决问题。通过专注于双方的需求和愿望，可以找到更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分歧。应用于各个领域。这种沟通方法不仅适用于个人关系，还可以在家庭、职场、社区等各个领域发挥作用，帮助人们改善彼此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总的来说，马歇尔·卢森堡在《非暴力沟通》中提出了一种深入人心的沟通方法，旨在促进理解、共情和合作。这种方法强调尊重和关注个体的情感和需求，从而帮助人们建立更健康、积极和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非暴力沟通方法的4个基本组成要素是观察、感受、需求和请求。以下是对每个要素的详细描述。观察 observation。 观察是指客观地描述发生的情境、事件或行为，而不附加主观的判断、评价或解释。通过准确的观察，你可以避免使用主观的词语，从而减少误解和争议。观察应该是客观的、具体的，而不是模糊的或含糊不清的。例如，不好的观察：你总是不关心我，你做的事情总是让我不高兴。良好的观察：每次我跟你说话，你都看着手机，没有回应。我注意到你在会议上没有发表意见。感受 feeling。 感受是指表达你在特定情境下所感受到的情感，而不是陷入情绪中或者仅仅使用评价性的词汇。通过清楚地表达你的感受，你可以帮助他人更好地理解你的情绪状态，从而建立更深入的连接。例如，不好的表达：你让我生气，我感觉你在故意忽视我。良好的表达：当你不回应我的信息时，我感到失望和无助。听到你的意见，我感到鼓舞和愉快。
需求 need， 需求是指在特定情境下，你所追求的价值、愿望或内心的需求，这是你对情境的反应背后的深层动机。通过识别和表达你的需求，你可以更清楚地说明你所渴望的，并且与他人分享你的核心关注点。例如，不好的表达，你应该帮助我，因为我需要帮助。我要你做这个事情，因为我想要它。良好的表达，我需要一些支持，因为我在应付工作压力时感到很沮丧。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加协作，因为我关心我们的团队成果。请求 request， 请求是指以一种明确、积极和尊重他人自由意志的方式，提出你期望他人采取的具体行动。通过请求，你可以传达你的期望，并给予他人自主选择是否满足你的请求。例如，不好的表达，你必须这样做，我要你马上停止这个行为。良好的表达，你愿意听我说完这件事吗？你是否能在会议结束前分享一下你的看法？通过这4个组成要素，非暴力沟通方法鼓励人们以一种更加敏感和尊重的方式表达自己，并理解他人的情感和需求，这有助于建立更深入的沟通，减少冲突，促进共情和合作。在非暴力沟通中，区分观察与评价是一项关键的沟通技巧，它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表达自己，减少误解和冲突。以下是对这个概念的详细描述。观察 observation， 观察是指客观、具体地描述所发生的事件、情境或行为。观察应该是不带任何评价、解释或主观色彩的。通过观察，我们描述的是事实，而不是我们对事实的解释。评价 judgment， 评价是对观察的主观解释、判断或评价，它是我们对事实的看法、感受和意见。评价通常包含个人价值观、偏见和情感，容易引发误解和冲突。例如，考虑以下情况：观察，你在会议上的发言时间比其他人少。评价，你不够关注会议内容。在这个例子中，观察是客观描述，而评价是主观的判断。通过将观察和评价区分开来，可以更好地传达自己的意思，避免引发他人的防御心理。为什么区分观察与评价很重要？减少误解。评价往往包含个人的情感和偏见，容易使对方产生误解。通过提供清晰的观察，可以降低误解的可能性，减少抵触情绪。评价可能引发他人的抵触和防御，因为它们涉及到个人的判断和批评，而观察更容易被接受，因为它们是客观的描述。促进共识，通过依据观察进行沟通，可以更容易达成共识，因为双方都在讨论的是具体的事实。提高意识，区分观察与评价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主观偏见。
从而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观点。如何区分观察与评价？当你尝试描述一个情境或事件时，注意以下差异：观察，客观、具体、描述性的陈述，只讲述发生了什么事情；评价，主观，含有判断和情感的陈述，包含你对事情的解释和意见。通过强调观察，你可以更清楚地表达自己，并与他人建立更有效的沟通，以及更深入的理解。在非暴力沟通中，认识和表达感受是建立更深入、更真实连接的关键要素之一。这个概念强调了我们理解自己的情感以及能够以一种清晰、坦率的方式表达出来的重要性。以下是对这个概念的详细描述。认识感受。认识感受是指我们深入了解自己在特定情境下所体验到的情感，这意味着我们要更加敏锐地察觉自己的情绪，不仅是基本的情绪类别，如愤怒、悲伤、喜悦，还要去深入探索其中的细微差别和变化。表达感受。表达感受是指以一种坦诚、真实的方式将自己的情感传达给他人，这需要用准确的词语来描述你所感受到的情感，以便他人能够更好地理解你的内心状态。为了更好地认识和表达感受，以下是一些步骤和示例。识别感受。花时间仔细体察自己在某个情境中的情感，是否是愤怒、紧张、兴奋、害怕、无助等等。用准确的词语描述感受，使用具体、准确的词汇来表达你的情感，避免使用模糊或泛泛的词语，避免评价和解释。在表达感受时，避免混淆评价和解释，确保你在表达感受时只关注自己的情感，而不是责备他人或陷入解释。以我为中心。使用以我为中心的表达方式，将感受与自己的体验联系起来，而不是指责他人。示例：不好的表达，你让我生气；良好的表达，当我听到这些话时，我感到很生气。不好的表达，这件事情让我难过；良好的表达，我对这件事感到很难过，因为它触动了我的一些情感。通过认识和表达感受，你可以更真实地与他人沟通，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你的情绪状态，进而建立更深刻的连接。这也有助于避免误解，减少冲突，并在交流中建立更加积极的氛围。在非暴力沟通中，关注内心的需求是指认识和表达自己在特定情境下所追求的价值、愿望和内心需求的能力。这个概念强调了了解自己的深层动机，以便更有效地表达自己，并理解他人的需求。以下是对这个概念的详细描述。认识内心需求。认识内心需求意味着深入探索自己在不同情境下所追求的核心价值和愿望。这些需求可以是物质的、情感的、心理的，以及更广泛的人类需求，如尊重、安全、自由、合作等。表达内心需求。表达内心需求是指以清晰、坦率的方式将自己的需求传达给他人，这有助于他人更好地理解你的关注点和动机，从而建立更深入的共鸣和理解。为了更好地关注内心的需求，以下是一些步骤和示例。识别内心需求。自我反省并确定在特定情境中你真正追求的是什么，这可能涉及到情感、社会关系、自我成长等各个层面。使用具体的词汇。在表达内心需求时，使用具体、清晰的词汇，
以便他人能够更好地理解你的想法。避免陷入评价。在表达内心需求时，避免将需求与评价混淆，确保你在表达需求时专注于你自己的关注点，而不是对他人的评价。以我为中心。使用以我为中心的表达方式，将需求与自己的体验联系起来，而不是指责他人。示例：不好的表达，你应该尊重我。良好的表达，我希望我们之间能够有更多的尊重和互相理解。不好的表达，我要你给我更多的空间。良好的表达，我需要一些独处的时间。这有助于我更好地处理自己的情绪和想法。通过关注内心的需求，你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动机和意图，让他人更好地理解你的期望和关注点。这也有助于促进共鸣、理解和合作，从而建立更健康、积极和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在非暴力沟通中，以请求取代要求是一项重要的沟通技巧，旨在以更尊重他人自由意志的方式提出需求和期望。这个概念强调了通过以请求的方式来传达你的意愿，从而促进更积极的回应和合作。以下是对这个概念的详细描述。要求 demand， 要求通常是以强硬、命令式的语气传达的，暗示着对方没有选择，必须按照你的意愿行事。要求可能引发抵触和防御，因为它们剥夺了对方的自主权。请求 request， 请求是以一种尊重他人意愿的方式提出的，表达了你的期望，但允许对方自由选择是否满足你的请求。请求更加鼓励合作和共识，因为它们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合作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以请求取代要求，以下是一些步骤和示例。使用礼貌的语言，使用礼貌的措辞来表达你的请求，展现出尊重和关心。清晰明了，确保你的请求表达清晰明了，对方能够准确理解你想要什么。给予选择，强调对方有权选择是否满足你的请求，不要让对方感到被迫。以积极的态度，以积极、友好的态度表达请求，营造一个合作的氛围。示例：不好的表达，要求，你必须在今天之前完成这个任务。良好的表达，请求，你是否能在今天之前完成这个任务呢？这样我们就能保持进度。不好的表达，要求，你要马上停止这个行为。良好的表达，请求，你愿意考虑停止这个行为吗？这会对我们的合作关系有帮助。通过以请求的方式表达你的意愿，你可以建立更加积极、合作的交流氛围，这有助于减少冲突，增强彼此的理解，并在解决问题时寻求共同的解决方案。在非暴力沟通中，倾听他人并表达共情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增进理解和促进连接的重要技巧。这个概念强调了倾听他人的需要和情感，并以一种真诚的方式表达你的共情，以建立更深入的联系。以下是对这个概念的详细描述。倾听 empathic listening， 倾听是指用全神贯注的注意力专注于他人的话语、情感和需求。这不仅仅是听到字面的内容，更是理解他们的内心感受和动机。共情 empathy， 共情是指能够感同身受地理解他人的情感和经历，不仅仅是理解他们说的话，还包括理解他们的情感背后的原因和动机。为了更好地倾听他人并表达共情，以下是一些步骤和示例。用心倾听，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对方身上，
避免干扰和中断，提问和澄清。在对方表达时，可以用问题来澄清他们的意图和感受，以确保你理解的准确。表达共情，在对方表达完后，用一些话语表达你理解和感同身受，这有助于他们感到被认可和理解。避免解释和评价，在共情时，避免陷入解释或给出解决方案，专注于理解他人的情感和经历。示例，倾听，在他人诉说时，专注地看着他们，不中断，不分心。共情，我可以理解，在那种情况下，你可能会感到很沮丧。倾听，在团队会议上，用心聆听同事的看法，不打断他们的发言。共情，我明白，你关注团队的合作，你的观点在项目中有很大的价值。通过倾听他人并表达共情，你能够创造一个支持性的交流环境，帮助他人感到被理解和尊重，这有助于建立更加紧密的人际关系，促进合作和共识的达成。非暴力沟通强调了一种以合作和理解为基础的方法来解决冲突和寻求解决方案，而不是通过争吵和对抗来解决问题。这种方法鼓励通过以下步骤来处理冲突：共鸣感受和需求。在冲突中，首先要倾听对方的感受和需求，理解他们的观点和立场，这有助于建立共鸣，让对方感受到被认可。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然后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以便对方也能理解你的立场。避免指责和批评，而是专注于你的情感和需求。共同寻求解决方案，探讨可能的解决方案，使双方的需求得到满足。这可能需要创造性的思考，以便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以请求取代要求，在寻求解决方案时，使用请求而不是要求，让对方有自主权选择是否同意，这有助于营造合作的氛围。灵活性和妥协，在解决冲突时，有时可能需要做出妥协，以满足双方的需求。这需要双方都有灵活性和开放的心态。通过这种方法，冲突不再是对抗的竞赛，而是一个合作的过程，旨在寻求双赢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法鼓励尊重和理解，减少敌对情绪，促进积极的沟通和合作。非暴力沟通方法并不仅仅适用于个人关系，它可以应用于各个领域，包括家庭、职场、社区和社会等。这个方法可以在许多不同的情境中帮助人们建立更健康、积极和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解决冲突，促进合作。以下是一些不同领域中如何应用非暴力沟通的事例。家庭，在家庭中，非暴力沟通方法可以帮助家庭成员更好地理解彼此的情感和需求，改善沟通，减少争吵，促进和谐。职场，在职场中，非暴力沟通可以改善同事之间的沟通，减少冲突，提高团队的合作效率。它还有助于管理者更好地与员工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和问题。社区，在社区中，非暴力沟通可以帮助不同背景和观点的人们更好地相互理解，减少偏见和歧视，从而创造更包容和谐的社会环境。教育，在教育领域，非暴力沟通可以帮助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更亲近的关系，增进学生对学习的兴趣，提高教学效果。领导和管理，非暴力沟通方法在领导和管理中也能产生积极影响，
帮助领导者更好地与团队合作，促进员工的参与和满意度。无论是在个人生活还是工作环境中，非暴力沟通都可以帮助人们建立更有意义、更有深度的关系，增进理解和合作，解决冲突，从而创造更加积极和健康的环境。这个方法的灵活性使它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情境和角色。